敢相信吗？这样一个充满日系和韩系战队氛围，名字和造型要让我想起某假面骑士的巨大恐龙合体机器人，居然是根正苗红的变形金刚。来自变形金刚狂野之王第2季的暴龙圣刃真的是帅到我了。然而由于这个系列的玩具没有国代 3C， 所以我只能选择日淘将其购入，而远在新疆的我为了拿到它也是花费了整整100块钱的运费啊。而为了突出它的合体，我更是购入了4款基本同模的产品。那么这套价值1000元的3家合体玩具表现究竟如何呢？变形金刚看鲨鱼与您分享好玩具。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鲨鱼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是来自变形金刚狂野之王的莱克斯博雷多，也就是暴龙圣刃，以及和它合体的几个动物朋友啊。这款玩具的出现带给我的感受实在太过奇妙，甚至让我觉得这个第1季的动画第1季完全就是为了这位暴龙圣刃大人在做铺垫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本期视频的主角暴龙圣刃的本体表现开始看起吧。首先它的头雕部分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的帅气啊，这也是这款玩具最不像变形金刚的部分，整体做的非常有日系或者韩系战队的感觉。当然了，你说它是某个日系的康宝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的这款眼睛这里漆面有中奖就有点难以让我接受了。它通体的蓝色加上胸口的恐龙头都莫名给我一种暴龙战旋王的感觉啊。龙头下巴位置的獠牙也可以作为后续合体时头部的追加武装。它整体的身形因为这双超级大长腿以及小短手显得有些不协调啊。不过它身上各处的漆面表现整体来说还是相当亮眼的。同时由于变形结构原因，它的姿势基本上一直是在顶着胯啊，你的胶不能这么掰。不过也千万不要因此就对这个3家玩具的可动性抱有太高期望了。头部360度旋转，有抬头，由于变形结构也有着很大幅度的低头关节，肩膀平台不到90度，旋转卡位有限制，大约90度左右吧。龙头部分龙嘴可以张开，V 曲轴90度左右，大臂旋转360度。但是手臂里的关节由于涉及合体的插拔，所以真的非常容易掉啊。腰转360度，也有着一定的弯腰关节，前踢角度非常大，屈膝角度也是非常夸张的，侧踢30度左右，脚部也有侧向接地。由于变形结构，脚尖可以单独向后接地，但是脚部这里同样涉及插拔合体，所以说也是非常容易松脱的。总之这款玩具的可动对于3家玩具而言可以说是很优秀了啊，但是对于大多数变形金刚来说则是完全不行啊，基本上只有大块面的可动。部分零件为了合体设计成了插拔的，也对把玩过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手部这里的关节真的非常容易松脱，而且这里的卡扣也很松，基本上是卡不住的，这就导致安装的时候需要手指抵住这里来做施力点，所以说也就导致手臂的安装也是比较复杂困难的啊。它只是一款3家的玩具，是我要求太高了。正如前面所说，作为正统变形金刚的暴龙圣刃具备有2种伪装形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先从它的暴龙模式开始变起吧。基本上就是一趴变形的过程结束后，它的暴龙形态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其实我觉得暴龙形态的身形曲线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暴龙胸腹部位的转折曲线，我真的非常喜欢啊。龙头可以活动，嘴巴可以开合，手部为球关，腿部与人形可动相同。比较让我在意的是肩膀部位的轮胎就这样放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卡位，这2个轮胎就这样摆在这里，好像是害怕大家不知道它还可以变形成为战车模式一样。
比起暴龙形态，我其实更加喜欢战车模式，起码它有着更多的结合卡位，让这个形态显得不是那么的生硬了。虽然人形下手臂非常容易脱落，但是它前轮的设计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的。手臂变形成为轮胎的设计很巧妙，轮胎上的卡扣呢其实也很有趣，巨大轮胎的滚动性也很棒。因此它的战车模式成为了除开合体以外我最喜欢的模式。说到合体，野兽之王玩具系列的核心玩法是和它动画剧情一样，简单无聊但是高效帅气的合体呀。我们只需要使用友情以及金钱的力量，带来这5位改模换色的福瑞，就可以让他们进行超级大合体。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同模具，所以买谁来合体都没差。第2季的几位动物朋友价格目前比较贵，所以合体我就使用了套装中的小白狼，加上第1季中4只同样为恐龙造型的福瑞来进行合体了。他们分别是熔岩船长以及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单剧的时间实在太短，而且对于他们的刻画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确实记不清他们了。而且由于他们的核心结构都是相同的，变形方面我们就以小白狼进行演示了。虽然部分变形结构有所差异，但是他们的变形基本上就是把我是工具人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最激动人心的超级合体时间吧。動き始めた記憶のかけら重なるエナジー光り出すのは未来を照らす勇者が切り開けレクスカリバーその身に宿る力今解き放て刻まれた絆胸に抱いて戦えワイルドキングダブル。合体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痛苦了，手部和脚部真的一直在疯狂的掉键。我觉得把可动关节和插拔的卡扣设置的如此靠近，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看到这5颜6色的合体之后，其实我也没什么脾气了。虽然整体的颜色比较杂，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虽然说合体以后本来就激烈的可动和稳定性变得更加差劲了。有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它站着站着就自己摔倒了，这时候我又能想到框架金刚的好处了。由于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卡位种类多样，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你购买的福瑞足够多，甚至可以玩出无限合体的感觉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吧，这款暴龙圣人的造型真的非常帅气，变形玩法还算不错，但是归根结底它也只是一个3加的玩具整体的可动比较鸡肋，稳定性呢也比较一般。如果说您只是和我一样被它的造型毒到，那还是建议再慎重考量一下的，毕竟没有3C 代理，暴龙圣刃一只的价格就要500元左右了，这道合体的价格更是超过4位数真的需要好好的斟酌。好的，那么这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您喜欢我的视频，可以查点赞1键3连，关注我，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是开头，希望带给您更好的魔玩分享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